险就地，你违逆天规，私将仙路至北冥草药成精，是为何故？只为救我心爱之人的性命。你可知仙不能有情？若仙不能有情，我愿永世为人。恍如梦人去胡纵，深情太沉重，谁又能读懂？我不敢跨越这红尘九龙，可谁又能趟过宿命不轮回风？他体内有魅主残魂，即使你是一仙，降下这回生仙路，也救不回他。爱上他，你可后悔？绝不。好，你既不悔，本尊便将你变为凡人，除尽精怪。否则，你将会形神俱灭，万劫不复。自天降仙路以来，草药精怪现世。相传，每逢月圆之夜，便有精怪袭人灵境，害人性命。为此，朝廷特颁布藏药令，设立上清司，以抓捕精怪。大人，那精怪向林中逃去了。恭喜九明大人，终于将这害人性命的精怪抓获了。九明大人，山间危险，您还是多加小心为好啊！摘下面具，我便是郎中阿九，不必唤我大人。剧毒乌头，中了我乌头的毒，竟然还能动弹得了？我不杀你，只不过这山间待久了呢，就需要点男人的灵气来滋补一下。他一介凡人，怎么能破了我们草药寨的结界？我板蓝根在这草药寨里修炼了100年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灵芝姐姐一样去人间看看？刚刚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诶？
是个男的。若是我与他结成灵配，那不就可以让他带我去人间了？这人怎么不见了？小破草，鬼鬼祟祟的，干嘛呢？板蓝根，好不容易捡个男人，可不能让他抢走。原来他也是精怪。我且问你，你有看到一男子掉下来吗？什么男子啊？我没看到。哎，你去那个林子里看看吧。你当我瞎呀？老无头，干什么呢？你个六根不全的残草，也敢跟我抢男人？你什么你的男人啊？怎么他头上写你名字了？再说了，谁先抢到就是谁的。不自量力！好你个小破草！灵力不足。谢谢啊，老无头，这人间男子的味道，真美味。找打是吧？我击中了乌头的毒物，又未将秦王锁带在身边，不如静观其变，看他俩要耍什么花招。这真带劲儿。板蓝根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回去禀报申长老，说你擅结灵配。至于你，你等我啊！以结灵配，你赶紧让他带我下山才行。啊，头好晕啊，头好晕啊！那个，你我已结灵配，我命令你，赶紧带我下山。啊，头晕。既然你自投罗网，我便将你带回赏清寺。九弟，前世孽缘未尽，已经又遇到了他。我们家九神医啊，是不是风度翩翩、气宇昂昂？是，哎，是吧？这北面的那个姑娘，不比我们家九神医迷得5迷3道了呀！但是啊，我们家九神医志不在此，人家志在于画符济世，压根就不近女色。九神医来了！九神医！哎，掌柜的！哎，掌柜的！哎哎，你们退后，退后！这么等啊！看你还能装多久？掌柜的！掌柜的！你是哪个哟？我方才坠崖，是他救了我。坠崖？啊，你没得事吗？你没得事吗？老白，哎，老白，啊，我没事。那我给那位姑娘熬点鸡汤补补。哎，不用，马上老白，就来哈。不用。糟了，初来人间人心不稳，忘记这事儿了。7时1更，月黑风高，小心精怪。
这精怪向来诡计多端，先前他与我所言，究竟是何意？你我已结灵配，我命令你，赶紧带我下山。还是先将他送去上清寺，日后再慢慢审问也不迟。呆郎中。小小精怪，竟敢在我百草堂撒野！什么小小精怪？本姑娘有名有姓，姓小名兰，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板蓝根精怪。今日呢，幸得你相助，正式出山啦！胆大包天，现在就送你去上清寺。定。好你个小小的呆郎中，还想把我送去上清寺？本姑娘今日刚来到人间，灵气还不够稳呢，还需要你再资助几日。等吧。你个精怪，对我用了什么花招？好你个呆郎中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和我呢已经结成灵配了，我是你的灵主，你是我的灵仆，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得做什么，懂了吗？哎，小小精怪，满嘴胡言乱语。怎么胡言乱语了？那你看看这个，这是灵仆的印记，做好你灵仆的工作，直到我修为人形，自然会和你解除关系，放你离开的。哎呀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上我的床？不就是个呆郎中吗？难不成还能吃了我？动吧。我若是真能呢？那你就试试看喽。大力一点，再往上一点。再往上一点。哎，既然他清醒时我不能反抗，那今夜先委曲求全，待明早他尚未睡醒，就派上清寺人马把他抓走。别想了，我呀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咱俩呢现在就是灵配关系，现在呢就是同死同伤。我若是有半点闪失，你呀也一样。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妖术？不信，不信你自己试试看吧。果然是诡计多端，满嘴谎言。我说的是，我若有半点闪失，你也一样。你自己受伤，关我什么事？怎么样，没骗你吧？你呀，就过来乖乖的躺好，等我吸足了灵气，自然就放你离开了。乖啦，听话。这小兰，果真跟着凡间的野男人私跑出了结界。说话！是，他们还结为了灵配，那以后就是同死同伤之命，言听计从之令。属下实在担心，
这男子以凡人之躯就能进入结界，这身份怕是不简单呐。这小兰生性贪玩，北冥国有到处都是上清司的人马，怕是会有危险呐。无头，是，你这就带人把小兰找回来，切记要小心行事。是。方才梦中的场景，定是这精怪作怪，现在正是下手的时机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门口的病人都排到城门口了，你快点起床噻！谁啊？一大早吵吵的，谁呀？吵死了！你房间里面有人呢？没有人，没有人。是昨天那个姑娘吗？没有人，怎么会有人呢？里面没人的话，我就进来了哟。没事，等一下。我进来了。掌柜的，有姑娘嗦。你找啥子？各位早上好哈！九神一今天限号，仅限10位，先到先得。啊，今天就是你是吧？啊，就是你是不是？臭鸡，坏鸡！掌柜的。切记，螃蟹和柿子不能同时啊！这小精怪出来人间到处闯祸，还是得把他看紧才行。救神医，我的胸口好慌，你帮我看看。想不到你个呆郎中魅力还不小，引得这么多女子投怀送抱。休要胡言乱语。救神医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哦，商务造，我们还是先诊脉吧。既然如今我与他同死同伤，就无法直接送他去上清司。救神医，我怎么了？而且他一旦被抓，定会伤及我的性命，不行。救神医，我怎么了？还有的治吗？无妨，只是偶感风寒，吃副汤药就好了。区区一株板蓝根，微不足道，随处可见。救神医就这么喜欢？哎，小心！让你想抢我！疼
死我了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啊，这是我给你开的药方，你就按照上面所写，每日服用就好了。谢谢九神医。板蓝根这个小破草，如今不化人形，竟能施展法术，定是因为吸了那个郎中的灵气。不行，老娘也要把这个男人抢过来！哦吼！你干嘛？你给我定住！嘿，大郎中，你可不许乱动啊！这可是我特地给你准备的药浴，能够强身健体、疏通经络，最重要的是帮你把灵气补回来。歪门邪道，是真的。我自小呢就六根不全，为了能修成人形，可是研究了好多补身体的方子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泡了这个，你身体肯定好。来，枸杞补肾，黄芪补气，最重要的是加上这个上好的党参，补血，都加上。这熬汤的方法，拿来泡澡有何用？哎呀，别着急嘛，还有最后一味药引没放呢。干什么？跟你一块儿泡呀。我板蓝根修行100年，那可是上好的这个药材，再加上这几味，一定把你泡的白白胖胖的，相信我。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不要跟我客气。别过来！我让你别过来！九明大人，九明大人，这是谁啊？别乱说话！九明大人。哎呀，救命啊，大人！我家老母今天突发重病，昏迷不醒，我这现在我真不知道该咋办了。你快救救他吧，求求您了！我求求您了，求求他吧！这样吧，求求您了！你先去门外等我，我一会儿过来。谢谢九神医，谢谢九神医。我好像有正事要办。那动吧。你放心，今天不管多晚，我都一定会把你老母的病给治好。我不是说过了，不要来百草堂找我，为何还来？大人恕罪，主要是上清司出了大案，叶亲王命属下立刻带你前去，所以……什么大案？灵芝逃了。九明大人，叶亲王，属下来迟。不愧是九明大人，九明大人好身手啊！叶亲王，好剑法。九明大人天赋异禀，武功高深莫测，在我北冥抓捕精怪可谓是第一好手啊！幸得叶亲王赏识，属下才能进入上清司，为民除害。我对你讲过，本人不在时，你我兄弟相称，不必拘礼。言归正传啊，自我上清司成立以来，可从未有精怪能逃出这藏药箱。此事你怎么看？这精怪一旦进入藏药箱，便没有办法化成人形，更别说施展法术。如此看来，定是有人在外配合。
不过这灵芝身负重伤，走不了太远，属下会尽快将其捉捕归案。好，最好是将其同伙一并拿下。就是得有劳兄弟再出手一趟了。啊？那你看看这个，这是灵仆的印记。是。这精怪啊，在我北冥时愈发的无法无天。定，给我定住！你呀，就过来乖乖的躺好，等我吸足了灵气，自然就放你离开了。乖啦，听话啦。这如此下去，便会祸害男子，为非作歹，欺人太甚。救命！你这是怎么了？身子没事吧？哦，无事。徐氏近来过于劳累，肝火伤逆。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上清司，怎么管得过来那么多的精怪？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对了，这残药香可否借我一用？趁着板蓝根现在睡得正熟，用秦王锁将他牢牢捆住，他便再不能施展法术。待他变回原形，就将其锁进藏药箱。大郎中，你乖乖的，我会好好待你的。今天我定要把你这个小妖精解决。不好！定。大郎中，在干嘛？我在想，你是不是饿了？前世看风为蝶飞过你眉峰，不过平生一场梦。如今之计，得尽快想办法解开这灵配关系才好。其一，灵仆身避；其二，灵主自愿解除。否则无他法。哎，掌柜的，这不是你经常拿的板蓝根吗？这是……你先把它放回去，别让它过来。哦。哎呦，你慢点儿噻，在那儿。救神医，求你救救我家娘子吧！大郎中，带我去。老白，看店。自我上清司成立以来，可从未有精怪能逃出这藏药箱。大人，小女一心向善，从未害人性命。灵芝姐姐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灵芝精怪。自我上清司成立以来，可从未有精怪能逃出这藏药箱。如此看来，定是有人在外配合。灵儿，我已经将大名鼎鼎的九神医请了过来，应该是他潜入上清寺，他一定会治好你的。我的医术只医人，不医精怪。
救神医，定。救神医，我没想到你也是心存偏见、狭隘之人。我知道，百姓都对精怪避之不及，唯恐被害之性命。可我与灵儿夫妻多年，她心地善良，从未做过任何的坏事。当初，若不是因为遇到我，而留在北冥国，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。可没想到，他在出去采药的时候，被上清司抓了。我偷偷潜入进去救他，没想到竟意外受伤。他这次的病，也是因为拼命为我疗伤所致。灵儿，精怪也有善恶之分。您既医者仁心，怎能见死不救？你走进去看看，说不定。尽所指，若是继续这样，只会慢慢枯萎，化为原形。除非用灵佩的血来滋养它的根部，方可痊愈。你与他可为灵佩？我与他曾为灵佩，可他为了不伤及我的性命，与我解除了灵佩关系。无妨，只要灵芝体内有他的灵气即可。药方已开，是否照办？你自己定夺。灵芝姐姐和那位叫梦之的书生感情真好，一个拼死疗伤，一个献血救人。我什么时候才能遇上这样的好男人啊？献血救命这事，恐怕没这么容易。什么意思啊？人血甚是珍贵，稍有差池就会危及性命。那精怪如今命不久矣，书生又岂会轻易冒险？你是说那书生会放弃灵芝姐姐？
灵芝姐姐，有我在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人血珍贵，我们精怪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他既然自愿与你结为灵配，那就是心甘情愿为你所用。你不要再劝我了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你。他们果然要一起行动。这是九明大人的信号，已寻得灵芝精怪踪迹，立刻出兵。是。2次信号，难道发现了2只精怪？不好！大胆精怪，岂能容你在北冥为非作歹，草菅人命？绝不能让灵芝姐姐被抓。我们与上清寺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对我们穷追不舍？既是精怪害人性命，我们上清寺当然要管。谁说精怪害人性命？倒是你，黑牌不分，滥抓无辜。让我看看你这面具下是什么险恶之人！不过平生一场梦。放箭！宁可误杀，也不能放走精怪。我家灵儿从未害人，你们为何总是不放过她？从未害人？那你身上的血渍？又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自愿献的血。灵儿重病不起，唯有这样才能救她性命。她从未害过我，反倒是屡屡救我的性命。就连那素不相识的精怪，也愿意为我施法疗伤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你。那呆郎中说那梦之可能会危及性命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你就在这里好好的安心治病，相信我。我会为他施法疗伤，确保他一定无事的。他们真的不是坏人？他们看来果然不止一个精怪，把他抓回去，严加拷问。慢着！我不敢跨越这红尘秋楼，山后落雪绕过半生如昔无你。我跟你们走。灵儿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你寒窗苦读10年，如今终于出世，不可为了我误了前程。灵儿，梦之，松手！大人。他只是一介文弱书生，被我迷了心智，方才只是胡言乱语罢了。望大人能既往不咎，放他一马。小女灵芝愿用我自己换他前程。带他走。你们谁敢过来？谁都不许碰他！放箭！风不为谁动容，只借一剑斗风来
你骗了我，你根本没有与我，你根本没有与我重结灵配。对不起，太危险了，我不愿意让你受伤。灵儿，把灵芝精怪带回上清寺，叶亲王看来一定重重有赏。你们谁都带不走他！你小子不识好歹，勾结精怪，还敢反抗！九明大人，我们上清寺只抓精怪，不动百姓。是。大人，您这伤势……把灵芝带走。没想到上清寺还有这么厉害的高手。糟了，大郎中他，大郎中，大郎中，你人呢？你去哪里了？大郎中！就连那素不相识的精怪也愿意为我施法疗伤。大郎中，我们与上清寺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对我们穷追不舍？小兰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本想着去帮灵芝姐姐，没想到遇到了上清寺，结果我受伤了，还连累了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本以为灵芝一定会杀了那个书生续命，甚至不怪你，凡人对我们精怪早有偏见。上清寺更是宣称要斩尽天下精怪。灵芝姐姐，她要是被抓了，不行，我要去救她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刚才在街上碰见灵芝夫妇了。灵芝的气色已经好了不少。真的吗？灵芝姐姐，她逃出来了。你没骗我。这灵芝精怪，可否交由我来审问？
你一向只管抓不问审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那日北冥山抓捕之时，我就曾生疑，灵芝为畏光怕热之物，向来不近烛火。可是发生凶案的民宅却灯火通明，想来实在蹊跷。我上清司向来只管抓捕精怪，这查办案件则是要递交大理寺审理。这样吧，你所说一事，我会向负责此案的朱少卿说明，争取查个水落石出。啊，据附近的百姓说，那日夜里还听到了小女孩的哭声，可是案发之后，却不见踪影。若是我们能先找到，不在其位不谋其职，查办案件并非你我之责。九明，你以前可不是个好事的人啊。是，想必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哎，你这伤是怎么回事啊？小伤而已，休养几日便好了。我听寒夜说，今夜你一共降起了2次鸣笛，难道有漏网之鱼？并无。你可知，为什么一株小小的灵芝，竟然能逃出我守卫森严的上清司吗？是我让寒夜故意松懈守卫为之。我本想顺藤摸瓜，找到传说中的草药寨，再将那些精怪一网打尽。可没成想，来救人的竟然是个文弱书生。可惜啦。我知道，你并非凶手。今日放你离开，此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。老夫炼丹30余年，是不是草药精怪，我一闻便知。这分明就是一枚普通灵芝，与先前所捕的灵芝精怪毫无关系。哼，依老夫看，这分明是你守卫不力，才被人用狸猫换了太子。你敢说我守卫不力？够了！你灵芝一事不要声张，近几日加强巡逻，由1日3巡改为1日5巡。一旦发现精怪，无论罪否，即刻逮捕。来，你的号。好。哎，你稍等一下哈。谢谢。酒神医在吗？掌柜的，有人找你。酒神医，我们就要搬离北冥了。临行前，莲儿想亲自与您道谢。酒神医，多谢你，愿意不计一族之别，为我看诊，还为我夫君梦之诊治伤口。区区小事而已，不足挂齿。要谢，也该谢他才是。灵芝姐姐，你这气色看起来好多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小兰，我们已经决定要搬离北冥了，所以在临行前特意来嘱咐你几句。北冥国危险丛生，四处都有上清司的人马，你又还人行不稳，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谨慎才行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但是我不想你们走。我问你，你与那酒神医结为灵配几日了？半月有余了，不过我修行尚浅，估计成人还得需要些时日。啊，
灵芝姐姐。谢过九神医，我和灵儿多亏有你们，才能保住性命。你技艺中举，如今放弃这大好的前程，心可有不甘？九神医说笑了，灵儿对我而言，胜过一切。大郎中，快扶我下来。九弟，你终归还是动心了。你们几个，我问问你们啊，大郎中平日有没有跟你们提起过我啊？有的，没听见话呢，他就是喜欢你，就是好久年了。阿九，你们这时即使相遇，也注定无法相守，不要一错再错了。阿九，你究竟是谁？我是小兰呀，日日在你手心上的那株板蓝根。阿九，你怎么了，阿九？阿九，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阿九，怎么样？到底诊出什么问题没有？那脉象虚浮无力，应该是……哎，应该什么问题？你快说呀！气血不足。你看九神医的脸色白皙，嘴唇……也不够红润，一定是耗损太多的精元，才导致头晕发昏。完了，会不会是我夜夜吸食着呆郎中的灵气？再加上他昨夜又被我连累受伤所致，那应该怎么办呀？问题不大，我去厨房熬点鸡汤，加点红枣、枸杞，补补就回来了。好，那你快去！哎呀，快去啊！哎，把那株人参也给我放上啊！知道啦。原来都是九神医为别人医治，现在终于也有人为他担心了。呆郎中，都是我不好，
我再也不吸食你的灵气了，我现在已经成人了，你可一定要好起来，带郎中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小兰。你怎么了？谁啊？谁躲在那儿？你给我出来！你再好好休息一会儿，我去看看啊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谁在那儿？你快出来！谁在那里？怎么了？你快！我刚想进厨房生火炖汤，就有人拿着菜刀躲到后面去了。你看，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。谁躲在那儿？去看看呀！我不去，我这小身板扛不住菜刀噻。你去看。还不给我出来！怎么是个小孩啊？你是哪个家的小孩？哎，不是，哎，你爹娘呢？别抢了，老白，别抢了！大郎中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没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臭小子在厨房偷东西，被我抓个正着。这哪是小子？这分明是姑娘。啊！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可怜孩子，你看看，都脏成什么样了。老白，烧点热水给他洗洗。哦。哦，对了。哎，对了，老白啊，那个鸡汤也多炖一点，米饭也多来点啊。哦。看他这样子，一定是饿了很久。厨房里老白应该剩了些鸡汤，你快去喝了吧。啊！我是说，我饿了。我不管。快点。你们在干什么呀？这不是小孩子能看的事情，快睡觉吧。你怎么跑到外面来坐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刚刚吃饭的时候看你心不在焉的。
偏偏缺了身。眼看着我的族人一个个都修成人形下山去了，唯独留我一根草，孤孤单单的。不过啊，还好遇到了你。阿九，亲人就是亲近之人啊，那我们现在也算是亲人啦。我要像你一样，研习医术，治病救人。有我在，你永远都不会孤单了。当清风吹散了云烟，遇见诗样的画面，是你走进双眼。弯弯两个影子倒映在湖面，云飘过山水间，陪岁月缓缓。下雪了，有你的故事走一圈。别提我当初了，好美啊！你还饿吗？就连每个有你的浪漫瞬间，看一圈圈的涟漪回荡进彼此心里面，推开一层层缱绻，灰色月色绵绵，将你我的心愿，也陪着你走过那悠悠人间。慢慢吃，多吃一点啊。来，还有这个鸡汤来喽！给我吧。那么喜欢小孩，你让我生一个噻。来，把这鸡汤喝了。宁儿，你怎么一个人来到北冥了？自从去年阿爹死了，阿娘改嫁，我就总吃不饱饭，所以来投靠奶奶。我好不容易翻过了北冥山，有一对特别好的夫妻收留了我几日。可是中秋节那天晚上，他们却被人杀了。中秋？嗯。你说的可是北冥山脚的李氏夫妇？嗯，他们对我可好了，给我饭吃。还做月饼给我吃。就在我们吃月饼的时候，外面有人敲门，李大哥出去开门，然后突然就被……宁儿，你可记得来者的面貌？没有，但我记得那人穿着官府的衣服，还拿着令牌，说要搜查什么的。可是天太黑了，我没看清他的脸。官府，我那时候太害怕了，就躲了起来。官府的衣服，还有令牌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你认识的人吗？是最近坊间流传的甚广，所以我就好奇了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宁儿，明天我们一起陪你去找奶奶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再喝点。放肆！你是说月圆之夜的凶手不是精怪？你有何证据啊？属下已找到了案发当日的小女孩，她目睹了全程，可以证明来者并非精怪。查案也好，证据也罢，这都并非你我之责。我上清司的使命是斩尽天下精怪，而非查案追凶。可冤案不平，真凶在逃，我们却还在继续抓捕精怪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既为精怪，何来无辜？九明，我许你在我面前放肆。可若是你继续僭越职权，私自查案，到时候惹恼了大理寺，就连我也很难护得住你啊！
殿下，属下这就去搜查李氏一家。这件事不用你亲自去，派人去盯着就行了。眼下，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即刻搜捕全城，务必抓回灵芝。是。把宁儿送回奶奶那儿去了，这下终于能放心了。不过宁儿说的对，这集市还真热闹。小兰，我们还是尽快回百草堂吧。急什么呀？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再玩会儿。哎，这是，好香呀！老板，这怎么卖呀？这个6文钱一两。上青司搜捕精怪，闲杂人等，速速走开！不好，是上清泉。真香。这呆郎中竟然冒险在上清寺面前救我。因为灵芝一事，上清寺巡逻日益严格，看来不能让小兰再在北冥待下去了。哎，客官，您这是干嘛呀？不好意思，老板，这些香料多少钱？我原价照赔。你看这些够不够？好吧，好吧，快走。哇，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？这么多好吃的。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，只是你难得来人间一趟，不得尝尝人间的美味啊！快尝尝。这些都是老白的拿手菜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。好吃。这呆郎中想不到还挺会体贴人的。这个先给你。还要送我礼物啊！天哪，难道他这么快就要向我表白了吗？人家还没准备好呢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为你提前准备的，一切路上可能用到的衣物和盘缠。今天天色已经很晚了，你一会儿吃完早点休息。江湖不再见。哼，3、2、1。小兰，等一下。呆郎中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
忘恩负义的王八蛋！早知道让你在清水潭一直泡着好了，让那个老巫婆把你抓着吃了，气死我！小兰，小兰，糟了，现在正是上清寺巡逻的时间，他该不会……寒夜。九明大人，今日是否有抓到精怪？没有，今日未。我知道了。这九明匆匆忙忙的所谓何事啊？属下也不知，他询问是否有精怪被抓捕后，就匆匆离去了。灵芝被捕那一夜。九明动没动过藏药箱？那夜殿下走后，他曾回过藏药阁。什么人？九明大人。大人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在这里啊？赏银忘拿了。属下记得他似乎在藏药阁待了许久。派人盯着百草堂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即刻上报给我。是，属下这就安排。什么人呐？快把我放出来！好你个老巫头！快把我松开！住口！巫头就算了，还老巫头，你礼貌吗你？小破草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跟那个野男人私逃出结界的事情，申长老已经知道了。我可是奉命将你拿回来的。野男人，我看你啊，就是嫉妒我把那呆郎中给抢走了，想报复我。我一会儿就告诉长老听。呜呼，那太好了，你赶紧去告诉他。正好这申长老呢，也有一桩美事要告诉你。什么美事啊？你既已成人多日，按照规矩来说呢，也该婚配了。我跟申长老商议过了，将你许配给黄芪，即刻成婚。鼓掌。黄芪，兰，长老，板蓝跟我已寻回，另外我还在北冥山布了线索，那个郎中看到后，定会寻到我们草药寨来的。好，既然他能够破了结界，那就让我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事。是。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小兰，我在这儿。九神医，你终于来了。小兰，我来救你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。
怎么了？幸好你及时来救我，因为我想嫁的人只有你。疼死我了！不疼，假的。你弄疼人家了。你不是小兰。不是又如何？他板蓝根能给你的，我都能给你。你把小兰怎么样了？按照我们草药寨的规矩，她将于今日正午之时嫁给黄芪。现在已日上3竿，你若是想抢亲的话，怕是来不及了。九神医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长老，我不要跟他结婚，我不喜欢黄芪。你看他那样，我不喜欢他。小兰，不要再闹了，你自幼6根不全，不可离开姐姐呀。我也不想一辈子都在这儿，我要跟灵芝姐姐一样。住口！来人，把他的嘴堵上。小兰。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你终于嫁给了我，兰。我也爱你。我也同意。好，吉时已到，黄芪、板蓝根，你们自幼相伴，共沐天露天光。我今日便做主，为你们赐婚。九神医，这个小兰与黄芪一旦礼成，你们的灵配关系自然会解除。到时候呢，你从了我，岂不两全其美？你若愿意呢，我帮你此生荣华富贵，好不好？还请姑娘自重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救神医，救神医，你回来！你回，臭男人！小兰，你要干什么呀你？这是有人要抢婚呢！抢婚的吧？是啊，这还得了？真是太不像话了！这让我们草药寨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成何体统？让我这干什么？哎呦！退后，快退后！长老，长老，怎么会？大人在上，小臣失礼了。长，大人。九弟，情劫难渡，以后只能帮你至此。长老先前为何行此大礼？恕小臣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大人，还望大人恕罪。这戴郎中竟然是个大人物，我还在他面前卖弄法力，岂不是被笑掉大牙了？小臣与大人虽素不相识，但方才已看出来，您资质不凡，并非凡人之躯呀。只是今日之事，还望您能放过草药寨。长老放心，
我此次贸然前来，其实只为一事。小兰，你既已修成人形，为何还不解除与这位大人的灵配，而拖延至今呢？长老，我唯有与小兰同死同伤，在山下才能护她平安。如今她既已归寨，我便可放心了。小兰，昨夜是我不对，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。只是北冥城的确凶险，你还是留在寨中比较安全。大郎中，那夜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要做彼此的亲人，一起研习医术，治病救人。你怎么现在就反悔了？小兰，你身为一株6根不全的板蓝根，修炼100年不得长进，再错过与黄芪的婚约，此生便再无修仙的机会了呀！我压根就不想修仙。若不得自由，不能爱人，那做神仙又有什么意思呀？而且我现在已经成人了，我呀要做的是小兰。晚风吹拂花枝微动，庭中月色几分朦胧。当年那一眼心动，孩子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昨夜星辰落入眸中，此刻只能回忆。多年前，茯苓在山里和一位公子一见钟情，便和他一起到人间结婚生子。岂料后来，这位公子为了自保，供出了茯苓。茯苓即便后来从上清寺逃了出来，他也失去了仙根，成了如今这种疯癫的模样。孩子，你真的还要去人间吗？我与阿九相处的这些时日，我知道他品性纯良，医者仁心。他愿意为了我一个人来到草药寨，我也愿意为了他到人间生活。阿九，无论前方有何险峻，我都愿意与你携手同行。长老，小兰如此幸运，我阿九亦以性命起誓，定不负所托，善待小兰，拼尽性命，也会护她周全。九神医今天怎么还没出诊？咋了？今天到底还能看病吗？都等了1个时辰了。小兰，来了，你可算醒了，感觉好点没有？
还说自己是酒神医呢，才淋了一点雨就病得这么厉害。这是我特地给你泡的退烧药，你快赶紧喝了，压压惊。怎么样？这是什么药？无色无味，至清至透，我从来没有喝过。哎呀，你赶紧喝了就是了，我可是板蓝根精怪。那是我的洗澡水，自然就是退烧药了。你好好休息，今日我替你看诊。大夫，你说我这嗓子能治好吗？那肯定可以呀！哎，老白，把我那特制的风寒灵拿过来。这一碗下去啊，药到病除。怎么样？好多了。我跟你们说呀，今日是个女郎中，这药啊还真是有奇效呢。女郎中，还是第一次听说呢。各位街坊邻居，酒神医近来身体抱恙，特此请小兰神医代为坐诊。那小兰神医呀，貌美如花，人见人爱，和我们家酒神医更是珠联璧合，而且女貌郎。说多了，对，我们家小兰神医啊，不仅医术高超，妙手回春，那一碗风寒灵下去啊，保证药到病除。哎，所以啊，还得请各位街坊邻居多多做宣传。我老白在这谢谢各位了，谢谢。这百草堂啊，又出了一名神医。嗨，那不嘛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。你说9名只身一人上了北冥山，回来时却带了一位姑娘。是，此女子如今在百草堂坐诊，号称小兰神医，一碗风寒灵可治百病。当初灵芝逃跑时，属下曾去百草堂寻找9名大人，他当时正在与这小兰神医共浴。9名大人还特意叮嘱属下不要暴露身份。如今想来，的确是有些蹊跷。哎呀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是对那个小兰神医颇感兴趣。被叫去百草堂。是。有人吗？酒神医在吗？哎呀，来了来了，谁呀？喊什么呀？哎，这老白又去哪儿了？是你啊？你母亲的病好点没有？酒神医最近身体抱恙，所以我呀替他来看诊。托酒神医的福，已经安然无恙。倒是你，看你年纪轻轻的样子，竟能替酒神医问诊，想必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？对啊，我肯定有我的过人之处啊！就算你的脑子有病，我也可以给你治好的。谁脑子有病？放肆！寒夜，不得无礼。是，殿下。小兰神医，是在下偶感风寒，身体欠佳，不知小兰神医可有良方啊？有，包你药到病除。等我一下。那，我的独家秘方风寒灵，一碗下去立刻见效。哎，先付钱再喝药。那这一碗多少银子？50两。50两？哎，你这门上分明写着5文一碗，
怎么到了我们这儿50两？你要喝就喝，不喝送客。无妨。我来为你看诊吧。哦，想必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酒神医吧？要问什么诊啊？他都愿意花50两喝我的风寒灵了。以后你的风寒灵只能我喝。这药，药效不稳，怕误了大人的贵体，还是不喝为好。那就有劳酒神医为我医治了。如何？应是马兰熬制而成的汤药，又名板蓝根。寻常板蓝根熬制的汤药，药效并不会如此强，也不会像这般无色无味。此板蓝根，定不是寻常之物。可是精怪所致，单凭一碗汤药尚难以断定，但草药精怪身上的气味很浓，若是能让我见上一面，老夫一闻便知。殿下，九明大人在门外求见，让他进来。是。九明啊，深夜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当初我进入上清寺之时，你我便约定，卸下黑袍，我仍可做回郎中阿九。如今我身体抱恙，百草堂事务繁多，我已无暇分身，还请叶千王兑现当日诺言，允我卸甲归一。这人嘛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现在正是精怪猖狂之时，这上清寺没了你，那还了得？再说了，我听说这小兰神医医术精湛，不也为你分忧不少吗？哼，乡野小女，何来医术？我不过是看她可怜，收留几日罢了。哦，哎。你不来我还忘了呢。近日啊，有一狼毒精怪作乱，此人行事嚣张，法术高强。我让寒夜派人缉拿了多次都无果。此狼毒精怪将会在天灯街市纵火焚烧，趁乱抢劫。若是你这次能够擒拿住这精怪，我就允你卸甲归一。早就听闻这天灯节热闹非凡，是北冥除夕以外的第2大节庆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虚时一刻放天灯，可不要迟到了。听说2个人要是一起放的天灯啊，就能永不分离呢。快走，快走！等待郎中来了，我也要跟他去放天灯。哼！
儿，你也来这里卖天灯啊？对呀。小兰姐姐，你看看我的天灯，来。小兰姐姐，九神医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呀？他出诊了，一会儿就到。我先过来等他。对呀，你家这小菜上次来了。你瞧瞧我们这摊，我们家这场子这么调节，最漂亮。一会儿啊，等他过来提词就好了。救命！这呆郎中怎么还不来？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？大人，我们回去领赏吧。从今天起，我和上清司再无瓜葛。奇怪，难道是老夫弄错了？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好香呀！给你看，这里啊就差你题字了。一会儿时辰快到了，我们赶紧去放花灯吧。好。王爷，但是，可有发现什么异常？可能是老夫弄错了，属下无能，请王爷责罚。小兰，你想好许什么愿了吗？我要许你今生今世，不，生生世世都平平安安的。刚刚你一直没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遇到什么危险了。这是我亲手制作的同心香囊，你时刻把它挂在身上，就像我每天陪在你身边一样。好。这样你的气味就不会被上清司发现，你的平安就是我许下的最大愿望。此生切莫与子成熟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马轮有兵荒，我陪你逃往许任何地方，甘愿去对抗世界的荒凉。尘世再荒唐，生命再漫长，也无妨。幸好老辈我还藏了符酒，都去放天灯了。以前还有个九神医陪我来着，现在他有小兰姑娘了。
我这个寡家孤人。掌柜的咋自己回来了？才走多久就累了？他在跟哪个说话？人家才刚成年，刚刚河边那么多人，我被踩了好几脚呢。这拿你这个小妖精没办法，上来吧。走喽。似乎比初见你时重了几分。哪有？你乱讲。重些好，有福气。做梦，不一定是在做梦。这以往找九神医看病，哎呀，都挂不上号。这如今好了，我这腰疼啊，都有半年了。这小蓝神医是什么来头？害得九神医都没法给我瞧病了。下一位。哎，你等下，这是我们女神医的号。下一位。来，把手给我吧。姑娘，你这个月可是滚水不挑。来，这小兰姑娘看起来聪慧可人，咋个偏偏是个精怪呢？老白，拿药。我就说掌柜的一向不近女色，就是被这诡计多端的精怪给迷了心思了。不行。要马上把这个事情报给上清司才行。老白，老白，拿药。哦，跟我来。凡事还是不可过度操劳。哎，好的。阿九，我们闭店后出去玩好吗？好啊。两位吃点什么？你看看，想吃什么？这样吧，这个菜单上的东西，你都给我上一份。好嘞，给我来一份。这么多，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啊？再说了，挺浪费钱的。不是，你吃不完的，我吃。尝尝这个。你尝尝这个。好吃。哎，老黄，我问你哈，你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一种跨越种族的真爱呢？那我去报案岂不是破坏了他们的好事？
当我们掌柜的向来不近女色，偏偏遭一只精怪拿的。难不成他们有啥子特殊的癖好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能看到掌柜的往火坑里头跳。你说你一只快下锅的鸡，你懂啥子吗？哎，难为你啦。刚进的，可过来看看啊！雨伞，看看啊！来，您看看。殿下，师傅现在动手，还不确认他是否是精怪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啊，再说，九明也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，命人加强巡逻，看看能不能探出什么风声。是。哎，您拿好。哎，看这个，看这个，快点！哎，姑娘，看看咱家首饰。哇，咱家这首饰啊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您看看，这些都是最新的呀。是啊，您看看喜欢哪个？哇，好漂亮啊！好看吗？好看。姑娘长得漂亮，戴什么都好看。清风吹散了云烟。这个也好看。好看。弯弯两个影子倒映在湖面，云飘过山水间。每个都说好看，怎么选呀？你这摊的东西，我全要了。哎呦，行，公子，您对您夫人那是真好。那当然，我的夫人，我当然要住。是，您说的是。给我送到百草堂。好嘞，客官慢走啊。啊，你方才称我为夫人，到底作不作数？当然不作数。这人间的婚事，讲究的是明媒正娶，3书6礼，4聘5金。岂是我在人前那句戏言就能作数的？小兰，你若真的愿意嫁，我定样样不落，风风光光的娶你。自从到了人间呀，还想念起山里的生活。我说你怎么大清晨非要跟我上山采药呢？原来是想家了。其实啊，我是为了这个。自从下了山以后啊，这山间的晨露就好久都没喝过了，真是想念。你喜欢喝晨露啊？那当然了，这天光和晨露啊，对我们草药来说是最珍贵的养料。成人以后啊，早上就再也起不来了，就很久都没喝过了。我去那边看看。在门外守好。是。
呦，官爷。上清司例行巡查。哦，官爷。哦，好嘞。进来殿内可有异样？没有异常噻。没有发现精怪。没有发现精怪。哎，对了，九神医去哪儿了？哎，我家老母患病，还想找他开点药呢。哦，九神医啊，九神医他们一大早就去北冥山采油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他们？哎呦，我也在等。慢一点。你累了？上来吧。属下亲眼所见，那女子确实为精怪无疑。只可惜九明大人替那女子挡了一剑，属下才未能得手。你说你伤了九明？是。九明大人对上清寺的战术实在过于熟悉，还未动手便已察觉到异样。后来他更是掩护那精怪逃跑。殿下息怒。属下会继续派人紧盯百草堂，只待将九明大人引开后方可。九明是精怪吗？那你为何伤他？废！他伤势怎么样？他剑上无毒，应该不会伤及性命。伤得这么深，一定很疼吧？我现在给你疗伤。好点了吗？早就听说上清司的手段卑鄙，没想到他们还搞偷袭，真是。幸好你反应快，不然肯定要被他们抓走了。哎，不对啊，你一个郎中
还疼吗？殿下，属下只是担心，若九明大人和那精怪合谋，恐对上清司不利。他们不会合谋的。九明性格隐忍，习惯了独当一面，定不会看自己心爱之人陷入险境。可那精怪留在北冥，始终是个祸害。殿下，您打算如何应对？欲擒故纵。掌柜的，我晓得小兰就是精怪了。你看看他把你害成啥子样了？老白，你与我朝夕相处，发现小兰的身份是自然。不过既然如此，你更应该知道，她并非恶人。恶不恶人倒无所谓，关键他都不是人噻。我们平常老百姓是斗不过上清司的。要我说，趁现在还没出事，就赶紧把这个姑奶奶送走得了。这个，你咋画了一根草在膀子上？这是灵佩图文，我与他已结成灵佩，同死同伤，这便是印证。灵佩啊，他给你下蛊了。老白，近日发生了许多事情，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要不，我给你寻个东家，你尽快离开百草堂吧。掌柜的，你是赶我走？除了百草堂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既然你认定了小兰姑娘，那我老白也是认定你的。我不走。阿九，你回来啦？你醒了？今天你就不要去出诊了，事情交给我和老白就行。为什么呀？经过昨日之事，我觉得上清司很有可能循着踪迹找到百草堂。你若这时候抛头露面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北冥山本来就是精怪的地盘，上清司不可能轻易踏入。除非他们是冲着草药寨去的，难道他们有了破除结界的办法？
你说过，这结界是由申长老千年修为所设，而且地界偏远，凡人就算找到了，也进不去。不会有事的。哎，这不是上青司的人吗？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吗？ 听说上青司今日在北冥山大获全胜，那杀草药寨的精怪全被一网打尽了。我还听说呀，这大部分可都是献给皇上的珍稀草药精怪，那得多补啊！掌柜了，老白，掌柜了，问到了，说是在10时左右就看到上青司的人上山了。上山的时候拖着个老箱，在太阳落山前就下山了，没看到有人死伤。区区2个时辰，凭这么几个人，根本不可能抓到很多精怪。你说那上青司的人拖着老箱到山上去游行，图啥？从北冥山到上青司，最近的是走西边，可是他们却偏偏绕到了百草堂门外走了一圈。 明显就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。我明白了，掌柜的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想激怒小兰，然后想让小兰闯进上青司去救人？小兰今天一直在卧房没有出来吗？没有，她晓得这个事情以后一直卧床不起，晚饭都是我端进去给她吃的。不对，哎，掌柜的，小兰。 狼毒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原来是只小板蓝根，你来这鬼地方干什么？我问你啊，今日你有没有看到草药寨别的精怪被抓到这里来了？草药寨，老子命都快没了，还管草药寨的死活？我知道，你被长老赶出去以后，一直心怀恨意。既是同族，我岂能见死不救？我现在施法救你。 板蓝根，我欠你一次，老子记住了。你今日就没有在这里见到别的草药精怪吗？那你又是怎么被抓进来的？也就是老子倒霉，贪了点小财，落了他们的陷阱。要是再让我见到那个九明，我一定把他生吞活剥了。别让他们跑了！让开！你快走！
来护着。好啊，愣着干嘛？小兰姑娘，九神一，你既已卸甲，便不再是上清司的人。看在往日的交情上，不要逼我动手。仔细搜查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。本王并未撞见什么女子。叶亲王恕罪。走，我们去那边找找。你是亲王，皇上的弟弟。想不到在我北冥，还有不识我非业之人。若按长幼，他还要唤我一声兄长呢。啊，我刚来北冥不久，对这边还不太熟悉，所以才误闯了上清司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我捎你一路吧。月光目光微亮，也带长幼的盛夏。思念在回荡，这个晚上心绪染上了霜。回想过往景象，幻想一场醉把天亮。而我靠着窗，惆怅凝望在想象你的模样，四海八荒，一生人来人往，难免有散场，有到访，是寻常。生命就这样聚散无常，只想你在身旁，哪怕是流浪，也依然的勇往。若人间无常，马轮有兵荒，我陪你逃亡，去任何地方，甘愿去对抗世界的荒凉，真实在荒唐，生命在漫长。非也，我绝不与你伤他分毫。阿九，为了救他，你竟与我反目。你是来问诊呢，还是买油啊？
阁下有礼，我并非小姐，而是一位贵人的府中长侍。这次来是来请医的。请医？那你是想请小兰神医还是阿九神医啊？家中女眷突发高热，卧床不起。听闻小兰神医专治此症，不知可否方便到府上一看？请我啊？哎，老白，快，把我箱子拿出来。哎，要得。小兰神医啊，今天刚好。没空。没空？可我看这儿并无患者。在下阿九，见过长侍。九神医，久仰大名。小兰姑娘，资历尚浅，医术不精，恐怕难当大人。不如就由我亲自入府为其诊治，如何？可家中患者是名年轻女眷，九神医身为男子，怕是多有不便。你在干嘛呀？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女子都交由我来诊治吗？其他女子可以，这次不行。为什么？我说不行就不行。好吧。医者仁心，无关性别，还是别耽误了时辰，误了病情。九神医，这边请。九神医这边请。九神医这边请。叶亲王的府中，并无女眷生病，对吧？叶亲王为人低调，这府邸向来也不为人知。九神医既然知晓，着实令原乡佩服。叶亲王向来喜闻莲花，会每日派人采新鲜莲花供植。这北冥城独一无二，你身上便是这香。叶亲王早已料到九神医定会代为前来，特意在书房等候多时。九神医，这边请。百草堂请医，是为了印证小兰的身份。北冥山设伏，却被你挡了一箭。上青丝一局，是欲擒故纵。你呀，利刃相对，够狠。这下一子要下在何处，还请叶亲王明示。当年我把你带回府上的时候，你不过束发之年。那时我就让你唤我做叶兄，不必喊我叶亲王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反倒忘了。叶亲王当年的知遇之恩，阿九永志不忘。我16岁那年便向先帝请缨，前去戍守边关，金戈铁马10数载，才换得了我北冥的太平盛世。可还未班师回朝，便被自己的亲弟弟夺去了皇位。如今就只能做这么一个抓捕精怪的闲散王爷，你觉得我会甘心吗？为君者，志在为民谋福，护国太平。凡能做到以上，不论地位高低，百姓皆敬之。好，你说得好。可当今皇帝昏庸无度，不理朝政，只一心痴迷于长寿之道。多年来，我上青丝所捕精怪皆被炼丹献圣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朝局动荡。这些我
我都看在眼里，心有愤恨，却无能为力。我上清司虽然兵力不多，但皆为精锐。你我二人若能联手，再加之精怪之艺术，借势起兵，定能夺得这天下。到时我就颁布诏书，与天下精怪和平共处，你与小兰姑娘也就能双宿双飞了。非也，你若真心系百姓，怜惜无辜，不至于将我蒙骗至今。叶亲王今夜心不得珍惜精怪，还得请丹师尽快炼化才好。啊，好啊，快带老夫前去一看。纵使皇上痴迷炼丹，你又何尝不是在助纣为虐？还有李氏夫妇一案，我已全情知晓，就是你派人所杀。上清司所谓抓捕精怪、为民除害，其实都是为了你的一己私欲。多年来，你假造凶案，谋害精怪，滥杀了多少无辜？你满嘴仁义道德，所行却残暴至极。这一次，我不会信你了。九明，你年少时曾对我说过，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于我而言，你又何尝不是呢？你现在回头，我恕你无罪。叶亲王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阿九告辞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中秋节凶案疑点颇多，上清司难辞其咎，故现将此案移交大理寺调查。期间，上清司需配合办案，暂时封闭，钦此。叶亲王，圣上有令，凶案不明，还请您暂避府上，无诏不得出行。小兰姑娘，你莫激动噻！带郎中，臭郎中，昨天又不分青红皂白的抢我病人，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，亏我当初不顾一切的跟他下山。切，现在呢？腻了？倦了？你们男人啊，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哎，你不要误伤啊！哎呀，我们掌柜的可是101等1的好男人，等他回来了，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嘛。小兰姑娘，你不要走啊！这肯定是个误会噻，你等他回。哎，小兰姑娘，小兰姑娘！啊，小兰姐姐，我奶奶摔倒了，求你快去看看她吧。宁儿，你先别急啊，姐姐现在就随你去。小兰姐姐，快点儿！小兰姐姐往这边走。不对啊，宁儿，我怎么记得你家好像不是这个方向啊？哎，你去哪里啊？
当清风吹散了云烟，遇见诗一样的画面，是你走进双眼。弯弯两个影子倒映在湖面。小兰，那日，我曾向你允诺，要将你明媒正娶，风风光光的娶回家。这人间的婚事，讲究的是明媒正娶。你若真的愿意嫁，我定样样不落，风风光光的娶你。如今3书6礼，4品5金，我都已备好。小兰，你可愿意？我愿意。相约到永远。当清风吹散了云烟，遇见诗一样的画面。你走进双眼。小兰姐姐，这是聘书，请准新娘在婚书上按下手印。有你的故事走一圈，你替我挡住了孤单。婚约已定，接下来便该是男方送上聘礼啦。灵芝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傻瓜，你成亲，我当然要带着嫁妆来看你了。小兰，除了5金，这是我全部的家当。从今天起，我的一切，包括我，都是你的。接下来就该请期了。再过3日的初9，也就是良辰吉日，不知这位准新娘意下如何？好，都好。花池初见，他穿的就是这身衣裳。本王只匆匆瞥他一眼，便知何为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
而不要。我知道他是精怪，我不在乎。可若不是我去争那该死的皇位，他也不会误饮毒酒，替我而死。别怕，来人！来人啊！范闲，还是日后再向他慢慢解释吧。你们上清司就这点手段，有种把老子杀死！叶亲王，这精怪还是不肯交出草药斋的位置，要不要直接放火烧死他？你可还记得是谁把你抓进来的？就算是化成灰，我也能把他给认出来。好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去报仇，不要让本王失望。但是说，他已枯萎多年，若再不一根，就真的要香消玉殒了。可现如今，上清寺暂封，又有大理寺搅和进来，此番行动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云香，当年修建上清寺的时候，我曾让你为地牢留有一暗道，可还在？回殿下，尚在。府兵现有多少？共3000余人。好，再让寒夜召集上清司所有兵马。本王筹谋多年，绝不能功亏一篑。
阿九，你真的愿意娶一个精怪为妻子吗？你会后悔吗？此生所愿，此生无悔。薄荷，现在长得挺好的呀，给你修剪一下，快修成人形了吧？还挺香。小兰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灵芝姐姐，怎么没见酒神医跟你一起回来？她呀，在准备明天用的喜轿呢。我还给她找了8个在城里打工的精怪，明天就可以一起来接亲了。好，申长老正在堂内安排明日的婚事呢，就差你了，快跟我来。明日这婚事就交由你们2位了。这成亲需要的各种东西。你走之后，黄芪便和枸杞成了亲，二人两情相悦，如今枸杞还有身孕了呢，太好了。去吧。这婚礼呀，一定要热闹。申长老，放心吧。1日不见如隔3秋，好想你呀！哎，对了，黄芪、枸杞还为祝你们新婚快乐，多子多福呢。这个呀，还得感谢当日小兰不嫁之恩。哎，好了，你说马上都成亲了，还嘻嘻哈哈的没个正形，你说这要嫁过去，再被酒神医笑话，啊？阿九才不会呢。而且他说了，以后啊会常常陪我回来看你的。好啊，好。明日成亲的事宜啊，我已交与黄芪和枸杞去安置。他们2人刚刚成亲，比较有经验。等到明日，阿九和那位姓白的公子来迎亲，我就施法呀，打开结界，他们就可以出入自由了。这草药寨1000年来从未打开过结界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哎呀，无妨啊！咱们草药寨啊，地处偏远，又在结界之中，这人类呀，根本就找不到我们啊！放心。好。救命！攒劲，太攒劲了！明天要再配上8抬大轿，去了那草药寨，也给我们凡人长长脸。掌柜的，你咋了？是不是老毛病犯了？无妨。我去厨房给你搞点鸡汤补身子。明天这种大喜日子，
千万别出了任何差池啊！仙女，九神医，玉壶有礼。符？什么符？我北冥居然有如此清新脱俗的女子，我竟然还不晓得，也难怪我老辈单身至今，那都是缘分噻。为何我总是觉得你像我的一位故人，但我却没有一点记忆？很久以前，我曾是您殿内一盏玉壶，幸得您点化才修为人形。此次冒险前来，只是为了劝你，不要成亲。你刚才是说不能成亲，为何？因为你所梦到的血魂，并非虚幻，而是你的前世。前世？你是说前世我也和小兰成亲了？可为何我在梦中见到她气息奄奄？前世今生自有因果，你和她身份不同，跨越种族的结合，恐难善果。那灵芝和梦之也是一个精怪，一个凡人，为何他们就可得？你并非凡人，今世恐怕你也难逃此劫。来了来了，鸡汤来了，还烫起来，你两个快尝尝。哎，仙女来。灵芝姐姐，哎，你看这个，好看吗？好看。那明天就戴这个。九明大人，把灵芝带走。我知道你并非凶手，今日放你离开，此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。这里面的箱子也是九神医的。对啊，这是他衣柜里拿出来的，我正好没有箱子，就拿他这个来装了，正好给我装首饰用。难道九神医与上清寺有什么瓜葛？不会的，九神医医者仁心，又对小兰情深意重，他不可能是上清寺的人。大婚当前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。是事儿。就是看看。这不就是个臭郎中吗？当清风吹散了云烟，来了，市长老，把结界打开吧。你走进双眼。弯弯两个影子倒映在湖面，你飘过山水间，陪岁月缓缓。再用你的故事走一圈，别替我挡住了孤单。回忆似月色绵绵，就让你我的眷恋，纪念每个有你的浪漫瞬间。圈的涟漪会游荡进彼此心里面，两情相悦到永远。狼毒，九明大人，好久不见。上
清寺这帮混蛋，竟然利用老子抓精怪，凡人没一个说话算话的。狼毒，你既已逃离上清寺，现在收手，我放你归山。放你娘个头！上回暗算老子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！老板，思念才回荡。这个晚上，心事惹上了霜。回想过往，惊醒幻想，梦已沉醉，怕天亮。而我靠着窗，惆怅凝望在深心。掌柜的，那个你报复好，难免有散场，有到访是寻常，生命就这样聚散无常。只想你在身旁，哪怕是流浪，也依然的愿望。人间无常，马轮有变化，我陪你逃亡，去任何地方，甘愿去对抗。掌柜的，除了百草堂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既然你认定了小兰姑娘，那我老辈也是认定你的。老板，掌柜的，我还是头一回见你那么厉害。我老辈没啥子能耐，你死前也算是为你出过一份力。说什么傻话？你这辈子还长着呢。快去接小兰姑娘。老板，快接！我要你跟我一起去，一起去，好吗？老板，反抗你！小兰出事了，撤！撤！有明大人，狼徒，上回暗算老子，这个仇一定要报！小心！我老辈没啥子能耐，你死前也算是为你出了一份力了。
小兰出事了！杀！杀！叶亲王有令，凡抓到珍贵草药者，有重赏。杀我族人！我要你狗命！我去！我去！这么久，终归也是躲不过了。那是千年人参，抓到者赏黄金100两。小兰、灵芝，你们快跑！快！跑！冥冥中灵配结成，一剑难与你生死与共。昨夜星辰落入梦中，此刻只能回忆相赠。恍如梦人去无踪，深情太沉重，谁又能读懂？我不敢跨越这红尘九龙，可谁又能逃过宿命不轮回附庸？若是故地重逢，不为谁动容，只见一剑东风揽入怀中。我不敢跨越这红尘九龙，身后落雪绕过半生，如今无霓虹。前世看风微蝶飞过你北风，不过平生一场梦。九。参见九明大人。
将年荒草重生，草药两株闻风而动。冥冥中灵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上我的床！九明大人，胆大包天，现在就送你去上清寺。你一个郎中，怎么身手这么好？既是精怪害人性命，当然有用。事情太沉重，谁又能读懂？我不敢跨越这红尘囚笼，可谁又能透过宿命不落微风？若是故地不后不为谁动容，世界一战斗风来入怀中。我不敢跨越这红尘囚笼，身后落雪绕过奔水如洗无霓虹。前世看风为蝶飞过你北风，不过平时一场梦。前世看风为蝶飞过你北风，不过平时一场梦。恭喜殿下，大获全胜。那株千年人参，给大理寺的朱少卿送过去了吗？已经差人送去了。朱大人说，明日早朝时就会向陛下递交案情陈述，证实为精怪杀人，解封上清寺。这九明走了以后，司卫一直空缺着。寒叶大人，意下如何呀？谢殿下，属下在所不辞，愿效犬马之劳。那株板蓝根精怪现在何处啊？哦，他尚被关在地牢里。说来也怪，其他精怪都是浴火还形，就连那千年人参也挡不住殿下的夺魂剑，可唯独这株板蓝根竟然不怕火。有意思。叶亲王有令，凡抓到珍贵草药者，有重赏。皇继小兰，小兰，你不能被他们抓走。烧，直到把它烧出原形为止。小兰，九明大人，您的伤口刚刚上药，不便行动，还是回屋歇着吧。小兰呢？你们把小兰怎么样了？飞燕呢？我要见飞燕！叶亲王此时正在上清司处理事务，特地嘱咐奴婢好生照看您，并让奴婢代为转达一句话：弃暗投明，既往不咎。把飞燕叫过来！你把飞燕叫过来！我曾经那般劝你，没想到还是走到了今天这步。或许命中的劫
注定无法逃脱。为什么？若是我的劫，照这么烧，得烧到什么时候？快去禀告叶亲王！是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和小兰一起为灵配，同死同伤。此刻，那定是承受着更大的痛苦。小兰只是一个精怪，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？我要去救她，我要去救她！你先保住你自己的命吧，你今生只是一个凡人，承受不住这些的。我一定要去救她，若不是因为我，苍妖斩不会覆灭。我一定要去救她。老夫自诩纵览精怪无数，可此精怪法力之高强，真是闻所未闻。王爷，有他一人之精魄，可抵得天下精怪。灭我族人，施展血肠。
助我也。这不可能，小兰只是一个精怪，她怎么会有魅主的法力？九弟！放箭！住手！殿下，危险啊！小兰姑娘，我们谈谈如何？你的族人没有死，我可以助你救出他们。自上清司成立以来，凡经我手所捕精怪，皆会在这藏药阁登记入册，包括寒夜那日在草药寨所捕的全部精怪，都在这儿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曾对你说过，我是皇帝的亲哥哥，你却从来都不好奇，为什么登上皇位的是他，而不是我。你想夺位？我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。事成以后，我自会放他们走。你知道，我现在就能杀了你，放他们出来。小兰姑娘当然有这个本事了。可即便是你杀了我，还会有下一个人来接管上清司。只要凡人一日与精怪为敌，草药寨便一日不得安生。可若是我登上了皇位，我便可昭告天下，让百姓与精怪和平共处。这不也是你想要的吗？为表诚意，我现将这藏药阁的钥匙交付于你，任你处置。数千年前，魅主战败，肉身消陨，而其魂魄却逃至尘寰，在转世之中寻找重生的机会。如今看来，小兰便是魅主的转世。所以，他才说他六根不全，独缺肉身。小兰眼中的三火真纹，就是魅主重生之兆。本该是一介凡人的兰真，却因魅主之魂，转世为精怪。就地接旨。见魅主在精怪体内重现，
为保三界太平，本尊先恢复你的神力，手刃七魂，以度今世之劫。如此便可罪孽全消，重归苍穹。斩情剑由苍穹之巅的圣火铸炼千年而成，可斩绝七情，灭火蚀魄。我若是不接这旨，又能如何？若拒不接旨，违逆天道，便会形神俱灭，万劫不复。救命！晚风吹拂花枝微动，庭中月色几分朦胧。前世你是九弟，我是蓝湛。这一世你是九命，我是精怪。你注定是要亲手杀了我的。不论前世今生，不管我是谁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，我绝不。来不及了，都已经来不及。你我注定不该相遇。我不敢困于这红尘秋风，山河我寻绕过半世，如细雾霓虹。前世看风为蝶飞过你眉峰，你我往后生死无关，再无瓜葛。晚风吹拂花枝微动，庭中月色几分。前世情，今生债，红尘轮回，就当大梦一场。若是前世不相见，今生何必又相见？若是红尘轮回，终是大梦一场。我阿九愿与小兰长睡不息。前世看风为蝶飞过你眉峰，不过平生一场梦。我不敢困于这红尘秋风，不要再来找我，否则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只借一盏灯，风暗入怀中。我不敢困于这红尘秋风，身后落雪绕过半世，如细雾霓虹。前世看风为蝶飞过你眉峰，不过平生一场梦。
殿下。这里就是太庙了，皇帝稍后会来这儿祈福，我们先行进去埋伏。既然是祭祀，为何这里不见牌位？莲花精怪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布阵！太上敕令，套入孤魂！太上敕令，套入孤魂！若此眼神，速速退回！换魂咒，飞叶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以你的精魄滋养莲儿的根源，以原香的身躯承载莲儿的灵魂。如此一来，我就能换回我的莲儿了。你杀遍精怪，就为了换他性命？我杀遍天下精怪，取出精魄，就是为了再见到他一眼。可我从未成功过。如今天助我也，我遇到了你，我只需要你一人的精魄即可。这么多年了，今日我终于可以再看到他了。大胆游魂，何处留存？三魂早将，期末来临。小兰姑娘体内的魅主之魂正在苏醒，三界恐有大难。小兰，救命！你我兄弟一场，我给过你机会，如今即便是让我杀了你，
我也要复活我的莲儿。飞爷，我不会让你伤害小兰的。你应该是最理解我的人。你爱上了一个精怪，我也爱上了一个精怪。你愿意为了他背叛我，我也愿意为了我的莲儿痛定精怪真怒。飞叶，停手！除非从我的尸首上踏过去。哼！哼！小兰，九弟竟然能够抵挡魅主之力的侵蚀，小兰，小兰，你快醒醒！小兰，我是戴郎中，我是阿九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看看我。戴郎中，我都那样说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来救我？我说过，拼尽性命，我也会保护你。殿下，殿下。莲儿，不怕，不怕，莲儿，莲儿，莲儿，不怕，不怕。我不敢回避着火车秋楼，可谁又能逃过宿命不让为附庸。若是到地球风不为谁动容，小兰姑娘，你法术高强，求求你，救救他！求求你，救救他！求求，求求你，救救！你杀灭精怪，为换莲花之命，但你可知道，他的根络早已腐烂入魂。即使你布下这阵法，也不可能让一株无根的莲花重生为人。都怪你们，都怪你们！
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元宵。月光，殿下，殿下，是元宵无能，换不回你的莲儿，对不起。惆怅凝望在深陷你的模样，四海八荒，一生人来人往，难免有散场，有到访，是寻常。生命就这样聚散无常，只剩你在身旁。哪怕是流浪，也依然的勇往。何处留存？马轮有兵荒，我陪你逃往去任何地方，甘愿去对抗世界的荒凉，现实在荒唐，生命在漫长。老白，这是你生前最爱偷喝的酒，我给你满上。这儿灵气充足，我把你葬在这里，这样你往生也会更快一些。九神医，九明一事，我已同小兰说清。他知道你从未亲手杀害过任何精怪，也知道上次是你救的我，这回也多亏了你，草药寨才能换回一线生机。只是，九神医，我不得不问你一句：你与小兰的婚事是否还作数？当然，我与小兰生死相依，永不分离。若天不遂我愿，我便逆天而行。死生契阔，永世不离。玉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天尊知道你拒不接旨，已经派人来抓你了。天尊马上就到，你们快走！小兰，阿强！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，九弟，拿起剑来，杀了他！小兰她什么都没有做错。
你为什么非要杀了他？他是魅主的转世，唯有杀死他，三界才能太平。九弟，快拿起剑来！不，我绝对不会伤害小兰。九弟，魅主本该跟着蓝针魂飞魄散，是你擅自降下仙路，才让魅主转世成精怪。如今只有你能除掉他，难道你要弃三界众生于不顾吗？秦氏，是你杀死了他。是又怎样？他不过一介凡人，命若浮尘，死又何惜？九弟，不要一错再错。你是苍穹的神仙，你必须守护三界太平。残害无辜，诛杀异族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三界太平？不救苍生，不得爱人，这神仙不做也罢。九弟，你在做什么？如我是这世间唯一能伤他之人，那便以我之命换他永世安宁。回想过往，惊吓幻想，梦一场，最怕天亮。而我靠着窗，出场你再想想你的模样，四海八荒，一生人来人往，难免有散场，有到访，是寻常，生命就这样聚散无常。只想你在身旁，哪怕是流浪，也依然的勇往。说人间无常，马乱有兵荒，我陪你逃往巨人的地方。老总，我不要你死。诸神听令，合力攻击！杀我所爱之人！我要你们仙界陪葬！你的登场让我有了光，所以请原谅我念念不忘，依然不曾忘你手心滚烫，带着我去闯那世界战场的模样。娘，那后来呢？后来魅主神魂自此消散，天尊放他们二人回到了尘寰，做回了凡人。那他们怎么不去做神仙了呢？好了，当神仙有什么好的？还是一家三口在一起最重要，对不对？你说对吗？你说的都对，夫君。大哥，
我是来上山采药的，想来讨口水喝。来，让我看看，你都采了什么好东西？还在客气啊？快进来。快，那个，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？哎，老白，刚用陈露沏的茶，快尝尝。好。哎，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姓白？来，那当然，我们在这里等了你几百年了，可算等到你了。可是小生今年不过18呀，女儿真可爱啊！来，小朋友，有抱抱。浪漫瞬间，一圈圈的涟漪回荡进彼此心里面。好不好玩？推开一层层牵牵，灰色月色绵绵，有你我的情缘，跟着你走过那悠悠人间。一点点的思念，就们走到彼此身边，两情相悦。